世子，是他嫌弃你是天烟之人，勾引我跟他私奔。人我给你送过来了，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。你和他只能活一个。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世子说我们只能活一个，这原本就是你的错。你又那么爱我，一定会把活下来的机会给我，对不对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这是穿越了。我本是21世纪的道医，医诊的时候遇到泥石流死了，原主和景叶枫自小青梅竹马，其父为了攀附权贵，将他许给嗜杀陈姓，还天烟的荣景玉。景叶枫哄他带着全部家财私奔，他把他骗出来，拿到财产后就将他送给荣景玉，原主被活活气死，我便来了。原主放心吧，渣男欠你的，我会一一替你讨回来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骗走我的银子还要杀我，我捅你一刀怎么了？死渣男！我奶奶以前是眼瞎了才会喜欢你。原主，骗你的渣男我帮你杀了，可是你这个未婚夫看着好像就很难搞。有点意思。我先走了，世子，我们大婚夜见。哼。我让你走。你方才对景叶枫说，我和他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。我对景叶枫说的话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觉得你作为我的未婚妻和别的男人私奔了，我会让你活着？我缺天人血，这货不仅暴力，还是个死变态。我和景叶枫私奔的事儿，没几个人知道，不算丢世子的脸。但我若是和他一起死了，别人会觉得我俩是殉情，那才是丢世子的脸。好细的脖子，拧断的时候，声音一定很好听。你这脑袋拧下来，8下头盖骨做酒器，一定很好看。我觉得我的脑袋留在脖子上对世子更有用。比如说，我可以给世子暖被窝，为世子生儿，打破经中说世子是天烟的染粉。你怎么知道我并非天烟？当然是把脉把出来的呀。你会医术？刚才那么牛逼，又是拧我脖子，又是要拿我的头盖骨做酒器，死变态！有本事现在来打我呀！我迟早弄死你。在你弄死我之前，我先弄死你。放开世子！我以为他要拿暗器杀我，谁知道这居然是交帮手的信号。这狗男人心机怎么这么深？世子，世子！世子，你感觉如何？我没事。明云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世子动手！属下这便去杀了他。她是世子的未婚妻，别造次。呸！
她与世子有婚约在身，却与别的男人私奔，这种女子，哼，不配做我们的主母。依奴，明云堂懂医术，已经知晓我的秘密，那就更不能留他了。他今日醒来后杀了秦叶枫，还敢动手打晕我，就这样把他杀了也太偏心。不如让他活着嫁给我，让府里的内卫来收拾他。这样的话，他若是被弄死，丢的是世子的脸。万一他没事，反而弄死内卫呢？他有这本事？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不行？毕竟他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敢把我打晕的人。我一会儿进宫请旨赐婚，依奴，你去准备一下。3日后我要成亲。是。谢天谢地，没有追过来。可是我和他有婚约在身，还身无分文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若是和他成亲了，他还不知道怎么折磨我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等死，我得想办法退婚。逆女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跪下！老爷有话好好说，我相信云堂和锦叶枫私奔是有苦衷的，就不要替他说好话了。他有婚约在身，却跟别的男人私奔，我明府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云堂，你这一次是真的过分了，不管你有什么苦衷，都不能跟人私奔，赶紧跪下向你爹认错。原主的娘在他3岁就死了，明镜山3个月后就娶了周氏。明镜山没什么本事，却痴迷权势，总想着升官。周氏面慈心黑，早就算计原主。原主和景叶枫走得近，是周氏撺掇的。我今日回来是特来向你诀别的，女儿别无所求，只求爹健康长寿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嫁给荣景玉是死路一条。我原本不想给爹添麻烦，想一个人找个地方静静的死去。但是昨夜梦见我娘，她说我死在外面，荣景玉恐会迁怒于爹。我死后还请爹将我的尸体给荣景玉，供他献完践踏。你别做傻事儿。荣景玉的女人，没人能活过3日，她要的不过是我的尸体。若我的死能替爹换来锦绣前程，就算是死又何妨？爹，你松手，让我去死吧！哎，你若真不想嫁给荣景玉，不嫁便是。我明日便去侯府退婚。先假装退婚稳住云堂，今夜连夜将她送去侯府。可是老爷，荣景玉狠戾残暴，你之前同意将云堂嫁给他，现在出尔反尔，他不会放过我们。夫人说的对，若死我一个，能保全家平安，便让我去死吧。这婚必须退。爹，老东西答应退婚，答应的太爽快，必定有诈，这婚8成退不成。我一会儿从他那里拿些银子，赶紧跑路。好在姑奶奶聪明，先发制人，去明镜山那老东西那里顺走不少钱财。我要是反应慢一点，怕是就要被他送去侯府。离开冥府后，姑奶奶凭着自己的医术，总归能养活自己。明小姐，这么晚要去哪里？今晚月色正好，我出门赏月。你能从乌云中看见明月，眼神真好。出门没看黄历，我先回去歇着，改日再来赏月。
来都来了，接完圣旨再走吧。圣旨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户部主事明镜山之女明云堂，秀外慧中，贞静温婉，特赐与万户侯府世子荣景玉为妻，3日内完婚，钦此。赐婚？我和你？圣旨赐婚，你敢逃婚，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抓回来。明小姐还不快接旨？为什么是我？你知道我的秘密，就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再说了，温顺的猎物一巴掌拍下去就死了，多没劲。像你这样的，能折腾，能作妖，够好玩才有趣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是啊，等你来给我治。姑奶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会遇到这么一个变态。他不让我跑，要娶我为妻。行，成亲后我一定弄死他。来人，把冥府给我围好了。若让本世子的未婚妻跑了，本世子把你们全剁了。是。你个逆女，居然跑到我的房间里偷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云堂，你这一次太过分了，我也不帮你了。哪儿来的圣旨？我奉旨嫁给荣景玉，请父亲依着圣旨赐婚的惯例，为我准备嫁妆至少64台，现银1万两，珠宝头面2套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明镜山卖女求荣是人渣，我扒下她一层皮不过分吧？你要这么多的嫁妆，怎么不去抢？我如果是抢的话，是这样的。住手！你反了天了，竟连你母亲都敢打！他说我抢东西，我给他表演一下什么是抢，省得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还有，我娘在我2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她不是我母亲。咦？嫁妆若不按我说的备齐，我就抗旨不嫁，到时候全家一起死。一起死就一起死，一件嫁妆都不给。银票够了，布料数量也对，就是这些金银首饰上用的宝石略小了些。那是我给云七备的嫁妆，看在是足金的份上，勉强算合格吧。老爷，你也不管管他，他这一嫁，基本上就将府里搬空了。云七已经15岁，马上就要说亲了，我去哪里给他准备嫁妆？堂儿，你是家中长女，当有长女的样子，把这些银票留一半在家里吧。可以，爹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。少一个铜板我就不嫁，大家一起死呗。你差不多够了。世子已经在外面等你小半个时辰了，再等下去就要误了吉时了。来人，把这些嫁妆全搬到前厅。鸣炮迎亲，你要的嫁妆都给你了。你和荣景玉是圣旨赐婚，他轻易不会要你的命。你要想办法为为府多争取一些好处，将官位往上升一升，知道吗？卖女求荣的老杂碎，你已经把原主害死了。姑奶奶若能活下来，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。成亲后还请贤婿善待堂儿。那是一定的，他可一定要争气，要活过3个月。贤婿真会说笑。你现在要不要猜一猜你会怎么死？你放心吧，我死之前一定弄死你。弄死我？哦，好期待啊！死变态！娘，荣景玉又发什么神经？怎么突然求来圣旨，迎娶一个五品小官的女儿？哼，这些年来，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女子
都被我和那位弄得或死或残。纵然他之前在京中才名显赫，才刚籍贯就官拜三品，做了吏部尚书，成为陛下的宠臣，京中也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。他应该是急了，所以匆匆求来圣旨赐婚。难不成他对那小官之女动了心，觉得有圣旨在就能保得住他？哼，他那样的人不会喜欢任何女子。他求来这道赐婚圣旨，是在向我叫板。有圣旨在，要杀那小官之女，确实会麻烦一些。不过那也只是麻烦一些而已。只要他没有子嗣，就袭不了爵。这万户侯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有娘出马，那小官之女还不是手拿把掐？他觉得有圣旨赐婚，那小官之女就有一道护身符。今日我们就来破了这道护身符。我之前让你准备的事情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。荣景玉接亲回来了，好戏开场。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怎么把牌位抱过来了？夫妻交拜。桃儿，我的妻，你怎么能抛下我，嫁给别的男人？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唐儿，这人是谁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还能是什么关系？这男人已经说了，他们是相好。二弟，你煞费苦心求陛下赐婚的妻子，竟是不真的，这可怎么办？陛下赐婚，哪怕他不真，世子也不能不娶。唉，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一个不真的女子。侯爷如今在战场杀敌，他回来后若知晓此事，怕是会气死。我们成亲的第一出大戏开始了，娘子，你可千万要撑住哦！一旦坐实你通奸，你就死定了。这种丢脸的事，这狗东西怎么这么兴奋？难不成这人是他安排的？不对，这是后宅用的手段，他不会用。只要不是他，这事就好办了。我通奸丢的也是你的脸，也会配合一下呗。你说我与你有私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切，真不要脸！自己做下这种丑事，居然还好意思问？他说他跟我有私，你就深信不疑？他是你爹呀！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话深信不疑，要么他是你指使的，要么你是猪脑子。不管哪种，你这人都是又蠢又坏又恶心。你别净说大实话，他是我大哥，你别把他骂得太狠了，给他留点面子。云堂，7日前你还与我春风一度，你都忘了吗？7日前，那日我不是与世子在一起吗？怎么变成和你在一起了？没错，那日云堂与我在一起。我记错了，是6日前。巧了不是？那日我也与世子在一起。没错。我又记错了，是9日前。好巧，那日我还是与世子在一起。是荣大公子荣运之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来冒认你的奸夫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宋运之才给你100两银子，你就来陷害我？我的身价这么低的吗？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你去把他给睡了。不，我不敢。哦，你是不敢，不是不想。难道你俩之前就有一腿？没有。没有的意思是，你没看上他吗？大哥，你好男风也就算了，让你的心上人污蔑我一遍罢了，他竟还没看上你。
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没有的事儿。你浩南风确实是件丢人的事，你不承认，我们都是能理解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对外说的。今日之事，还请诸位为我大哥保密，毕竟侯府丢不起这个脸。一定，一定。虽然张六是大哥相好的，但是他污蔑我娘子，差点毁了我的大婚，还是要处置他的，还请大哥见谅。你，刀奴，把张六送京兆府。是。饶命，侯爷，饶命啊！夫妻交拜。娘子，我们继续拜堂。拜个堂就搞出这么多事，看来这万户侯府的水深着呢。嫁给荣景玉可真倒霉，我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破地方。好，李成。好。大婚夜宾客多，人员混乱，是离开侯府最好的时机，我得抓紧时间。奇怪，就算荣景玉不待见我，今日他大婚，喜房外也不可能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。难道是出了什么事？不管了，趁着没人，赶紧走。他今日虽然在喜堂上的表现还不错，但还不够。我设的这阵不算很难，只要够聪明、够细心，还心智坚韧，就能找到破阵之法。他若能在天亮之前破阵，便算通过了我的考验。世子要不要听听他在说什么？他布的这个阵，我们这些侍卫都试过，没一个人能走得出去。他若在天亮之前破不了了，那他就会触发机关，被射成刺猬。哎，世子，他往生门的方向去了。这么快就找到规律了？好在当初在师门学医术的时候，跟着隔壁的师兄学过一点阵法，要不然这一次怕是就要被关在这里了。荣景玉这是有多少仇家，自己家里都不阵法，变态。不对，他懂阵法，有点意思。耶！破阵了，我自由了。荣景玉那个死变态，拜拜嘞！不好意思啊。世子，好巧啊！明云堂，恭喜你通过我的考核，你可以留在侯府了。我呸！谁稀罕留在这个破地方？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晕？我给他下了极厉害的迷药，他马上就会晕的。这些年很多人给我下毒，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百毒不侵的体质。你那点毒都不够我塞牙缝。我的个亲娘啊！刀奴大哥，刀剑无眼，小心一点。你再掏一个给我看看。不是吧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想来你对我还不太了解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下，我除了是侯府世子，还是吏部尚书，兼任九门提督。要杀你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你身份高，手握实权，要娶什么样的女子娶不到？放我走不行吗？这些年来，我父亲给我安排了好些亲事，凡与我接触过女子，或死或残，或身败名裂。你是唯一一个能与我拜堂，
破了的阵法，还活蹦乱跳，名声不受损的女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你通过了我的考核，能做我的妻子。喂，这是你的想法，你能不能问一下我的意见？我给你2年的时间，你为我肃清后债，再为我生一个孩子。若不是张氏用尽手段想夺走我的世子之位，我不愿便宜这对母子。陛下又承诺我成婚生子后就能袭爵，我也不需要在他身上浪费这么多精力。懒得理你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要么合作，要么死。荣景玉的这对侍卫不仅训练有素，还练行禁止，身上杀气腾腾，都是杀过人的。打不过逃不了，只能加入了。我答应，世子英俊潇洒，能做你的妻子是我的福气。世子，让他们先把武器收起来。2年内你若是做到这些，你还想走，我可以随时安排你假死离开，再赠你10000两黄金。你若不想走，你便是侯府当家主母，锦衣玉食，享无限尊荣。2年时间赚10000两黄金，世子大气，我非常高兴能和世子合作。世子能跟我说说侯府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因我之前没有妻子，侯府由张氏主持中馈，府内诸事皆由他管。整个侯府除了我的院子他插不进来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他的地盘。不对啊，你这么厉害，还对付不了一个后宅妇人？不是对付不了，而是不能对付。他不仅有陛下亲赐的贤良淑德的牌匾，还是京中贤德的典范，是大度、温柔、善良的继母。他表面上对我关爱有加，实则井里藏针，手段阴毒，我吃过不少暗亏。我知道了，你这是需要一个厉害的内宅女子来帮你对付张氏。你这么厉害的人，居然也有吃亏的时候。张氏干得漂亮。你再说一遍。张氏简直丧心病狂，毫无人性。对了，世子，张氏为什么要针对你？你希望我怎么对付？我2岁的时候母亲死了，父亲将姨娘张氏扶为继室，张氏想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，便处心积虑对付我。我年幼时数次差点死在他手上，还找不到他害我的证据。你要想办法拿到钟馗之权，想办法无声无息地弄死他。我只要能做到这些，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吗？只要明面上不被人抓到把柄，让人寻不到错处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，世子等着吧，我很快就能帮你报仇了。他怎么看起来这么兴奋？你自己小心些，别被张氏弄死了。世子放心吧，我只怕你这种来硬的，不怕玩阴的。毕竟玩阴的，谁能玩得过我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喜欢我吗？高门贵族从来只谈利益，不谈感情，因为感情不可靠，利益才是稳固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你是个女人，能好好活着，不丢我的脸，还能为我生下孩子就可以了。我今日真是长见识了。事说完了，我们可以洞房了。这么主动？不是我主动，而是我没得选择。为了能尽早离开这鬼地方，我得抓紧时间和你生孩子。再说了，世子长得这般英俊，身材这般好，我也不吃亏。你倒是个果断的，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由我来占主导地位。
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给你扎了一针，让你暂时脱力。对外，我逃不出你的手掌心；对内，比如说在夫妻行房这种事，你让让我。哇，你身材好好啊，手感好棒棒。住手！在我没摸够之前，住手是不可能的。你想死吗？世子，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，你刚才自己说的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可以用任何手段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说的就是现在的我。爽！住手！相公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如果喜欢叫，可以叫大声一点。就是不知道你的属下听过后会怎么想你。我第一次见你就发现你郁积于心，不是长寿之相。你又说你曾中过很多次的毒，我方才给你把了一下脉，发现你经脉瘀滞，阳寿有损，发作时十分痛苦。我便故意激怒你，助你疏通经脉，逼出体内的毒血。你精通医术？不算精通，略懂。你瘀滞的经脉甚多，需要一一打通，7天疏通一次，大约需要3个月才能全部疏通。你不是讨厌我吗？为什么主动帮我？你虽非天烟，但你体内那么多毒素，和你生的孩子会有问题。我既然不得不和你生孩子，那自然得生个健康可爱的孩子。所以，我得先医好你。你现在身体还有问题，不适合生孩子。我身体没大好之前，你怀不了孕。我们先熟悉一下。你之前就知道你的体质极难让女子怀孕？知道。那你还跟我订2年之约？我去，你这是在给我设套，让我一辈子跟着你。反应还挺快。等等，我若真在2年内为你生下孩子，你放不放我走？我虽不是好人，但言出必行。世子经络的瘀滞情况比之前好了很多，可是寻到了厉害的大夫。是明云堂。他竟有这样的本事。我经络里余下的瘀滞，你可有办法疏通？属下无能。你先退下。明云堂，你可真让人意外。世子，夫人派人请您和世子妃过去奉茶。来了，明云堂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。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我们昨日小看那小官之女了，没想到她竟那么刁钻，害得我成了全京城的笑丑。母亲，今日你一定要狠狠地收拾她。唉，你放心吧，我朝重孝，我是长辈，荣景玉都拿我没法子，我要收拾她，简直易如反掌。这种人简直就是条疯狗，逮哪儿咬哪儿，力气还大得很。哎呀，我的脖子，我的腰！云堂来了，府里没那么多规矩，你和景玉刚刚大婚，府里也没什么事儿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母亲宽厚，但是礼不可废。真是个懂礼数的好孩子。我昨日在喜堂一见到你，就很是喜欢。景玉他能娶到你，是他的福气。我初时知道母亲是世子的继母，还担心母亲会和我娘家的那位继母那般恶毒。
没想到母亲这般好，我也很喜欢母亲，能嫁给世子，还有这么好的婆母，是我的福气。云堂极好，我很喜欢。二弟真是越来越不挑了，把一个粗鄙的小官之女当宝。允之，休得胡说！云堂和景玉成亲了，便是你的弟妹，和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哪有高低贵贱的？母亲说的是。母亲，请喝茶。这是我让人特意为你做的白玉香囊，里面放了一颗由制香大师亲手制的香料，香气典雅，极适合你。多谢母亲，我很喜欢。他收到白玉香囊后，最多3息的时间就会突然发疯，到时候用他有疯症为借口，将他关起来。母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痒，你过来帮我挠挠。好的，母亲。张氏让他挠痒，可真是找对了人，只怕会越挠越严重。你做什么？舒服，继续挠。好呢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痒死我了！你也过来帮我挠。哎呀！道医和中医最大的区别在于，道医还可以用符治病和引病。我精心为张氏准备的药，再配上这张符，效果杠杠的。他什么时候出手的？母亲看起来身体不适，云堂，我们先回去。好。别走，你走了谁来给我挠痒？都不许看！世子，母亲这是怎么了？她该不会得了失心疯吧？有可能。来人，去给母亲请大夫。是。张氏那老妖婆居然想给我下毒，她可真是找死。她何时给你下的毒？就是那个白玉香囊里的香料，那香料本没有毒，张氏还在茶杯上抹了一种药，那药也没有毒，但是香料和茶杯上的药混合在一起后，就会让人情绪失控，疯疯癫癫。我猜张氏想让我发狂，然后借机收拾我。他最擅长用这种恶心至极又让人防不胜防的手段。你识破之后，就在茶里给张氏下毒了。是啊，那茶杯原本就有问题，又是张氏准备的，我赌张氏就算发现了，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，不敢来找我，毕竟他理亏在先。本来这些毒是给你准备的，谁知道你百毒不侵，就只能便宜张氏了。你好像还挺遗憾。是啊，非常遗憾。我挺想看见你像张氏那样脱光了蹭树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估计蹭起来比他好看。你想死的话，我随时可以成全你。我觉得你还是留着我的小命吧。别的不说，你往后对上张氏，可以直接关门放我，不留痕迹，不落人口实。
效果还贼拉好。你对自己倒是有清晰的定位。那是。今日的活还有扫尾的工作没做，我先去忙。世子，给张氏看病的大夫在门口的时候，被世子妃拉着聊了好一会儿天。他大声的、反复的描述张氏发病的样子，叮嘱大夫要好好给张氏医治。估计左邻右舍都听到了。如此一来，她不但能得个孝顺婆婆的美名，还能把张氏的丑样传得人尽皆知。果然，做精对付恶婆婆效果最好。我之前让你查的明云堂的事，查得怎么样？属下查到的，她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闺阁女子，性子软，从小被后娘周氏欺负，在夹缝中求生。她和景夜风走得近，也有周氏的手笔。有查到她跟谁学的医术？没有。她自小生活在后宅，除了景野风外，和其他的外男没有接触。这么看来，我的这位妻子还有不少。这是你回门的礼物清单，看看是否需要增减。百年人参、百年灵芝、舒锦，我觉得我爹和我继母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。这些能不能折成现银给我？折成现银给你，你不带礼物回门？带呀，一会儿拿1两银子去外面买几斤点心，再拎个大西瓜就行了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。哼，唉，唐儿，一回门就带这点礼，合适吗？我本想买个西瓜的，但是看到这个南瓜，觉得这南瓜的脸和夫人的屁股简直一模一样，就买回来送给夫人。夫人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？你这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别人回门都送来厚礼，你拿这些不值钱的东西糊弄我们便罢了，还说这种不着调的话，简直就是欠收拾。世子，我们没成亲时，我继母就对我非打即骂，现在我们成亲了，她还当着你的面骂我，她真是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世子啊，其实内子平时待堂儿挺好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堂儿，别胡说八道，还不好好跟世子解释清楚。本以为他在侯府够足的了，没想到回了娘家更足。这是要借我的事帮他收拾继母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和听到的。我与云堂夫妻一体。刀奴，掌嘴。是。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若以后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云堂的坏话，我便让人把他的舌头拔了。是。明云堂，你这贱人，还我儿子的命来！我的儿啊！这不得杀人偿命吗？冲你来的，你求我，也许我心情一好就帮你解决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你一点求人的姿态都没有。爱帮帮，不帮拉倒。反正我们如今是夫妻，我若丢人，你也跟着丢人。哎呀，这是何意？不得对世子妃无礼。明云堂，你不想嫁给世子，就和凤儿私奔。你回来了，凤儿却死了，你害死了凤儿，还我凤儿的命来！堂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本应该向着你，但是这事我真没法替你遮掩。你自小和景家小子就十分亲近，你和他私奔的事，我也是知晓的。教了你那么多，你却偏偏不学好，哎，后娘难做呀。世子，这事儿怕是有什么误会啊。金叶峰是隔壁邻居家的小子，堂儿统共也没见他几回，更没有私奔的事儿啊。明老
爷这话说的就太没良心了。风儿和明云堂自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极深，这件事情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。我确实看到好几回明家大丫头和景家小子在一起。我也见过，我前几天夜里看见明家大丫头拿着一个包袱和几家小子出了门，他们该不会真的私奔了吧？阴谋是你找来的，是唐儿不检点，与我何干？世子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婚前不贞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云堂婚前和你儿子私奔，怎么？你觉得你儿子比我优秀，能让云堂放弃我跟他私奔？就是，世子比景叶枫强1000倍10000倍，我怎么可能跟他私奔？你这是污蔑！世子如此维护你，我本不该说，但是我也是看着景叶枫长大，不能让他枉死，我就不得不说一句。那天晚上，我亲眼看见唐儿拿着一个包袱和景叶枫走了。自我10岁起，你就天天在我面前夸景叶枫，说他有多好多好，想方设法让我和他待在一起，各种传我和他的闲话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你自己不检点。爹为我和世子定下婚事时，你便天天在我面前说世子有多么残暴，唆使我和景叶枫私奔。我不听，你便将我骗出府，让景叶枫将我掳走。好在世子及时赶到救驾，否则我怕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若不是亲眼见到他和景一峰私奔，我都要信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见到他和景叶枫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周氏引我去看的。他哪来的脸说继母难当？若不是世子助人，唐丫头怕是就要被逼死了。周氏真恶毒啊！不关我的事，是周氏，他给了我银子，让我过来闹事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毒妇竟背着我如此害我的女儿，我要休了你！当奴，取支笔来，我爹要休妻。是。周氏对我还有用，我就说说而已，没想休妻。当奴，支笔取来了没？我爹催你快些。来了。我的娘子，容不得任何人污蔑。云堂生母早逝，被继母搓磨长大，如今继母还联合外人毁她名声，明大人连自己的家都治不好，又如何做得了官啊？世子说的是，我也是被周氏这个恶妇蒙蔽了，这才让堂儿受委屈了。我现在就休了她。老爷，你不能休了我，我可是……你可是做母亲的人，怎么能这样对堂儿？你得为妻儿积福。我对云堂满意的不得了，往后谁欺负他，便是在欺负我。往后若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云堂的闲话，我便割了那人的舌头。今日这事儿全是周氏这奸夫弄出来的，在我的心里啊，堂儿一直是我的掌上明珠。世子先进府休息吧。都散了吧。世子做的不错，多谢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今日不是帮你，而是在维护我的脸面。我懂。一会儿好好跟我说说你和景叶枫的事，我挺好奇你们是怎么勾搭上。我和他的事，世子再清楚不过。你此时这样问，该不会是喜欢上了我，吃醋了吧？你如此粗俗不堪，哪里值得我喜欢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今日休你是逼不得已，做做样子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只是休了你，又没赶你走，你还可以像以前一样住在府里，只是往后世子来的时候，你躲一躲就好。你还算有点良心。
周氏，你造谣重伤万户侯府世子妃，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。老爷，救我！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。今日周氏造谣云堂时，整条街的人都听到了。云堂，周氏毕竟是你继母，你别做得太过。爹已经休了周氏，周氏就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爹这副表情，该不会是休周氏之事是假的，是在骗我和世子吧？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便将周氏带走吧。老爷，救我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娘的遗物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我让刀奴去警府拿的。他这人看着极难相处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妥帖细心的一面。原主，你娘的遗物都拿回来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谢谢。你不必谢我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东西在别的男人那里，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，所以我不是帮你，而是在帮我自己。什么东西？我这人不喜欢欠人人情，我帮你对付张氏，你帮我对付陈氏，这2次算是两清。你帮我找回我娘的遗物，那便是我欠你的，并用这枚对你身体有注意的药丸来还。你算得倒挺清楚。还行，毕竟我们2人要在一起生活2年，总不能天天对着彼此吹胡子瞪眼。能和平相处，还是要和平相处的。看在你这么识相的份上，那我也答应你，只要你谨守本分，做好分内之事，我便不会为难你。陈家，幼稚。母亲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宫里派人传消息了，他们对明云堂活了这么多天很不满意，我们得尽快动手。朱嬷嬷，将府里昨日看到我出丑的下人全部处理了。世子妃不仅在府里逢人就说夫人昨日的事儿，还跑到门口和大夫讨论。这事儿不但全府上下都知道了，只怕隔壁几家都知道了。此时处理那些下人，怕是没什么用了。哼，我倒是小看了这个明云堂。我之前不明白荣景玉为什么会把他娶回来，如今算是知晓了，他这是娶了个帮手回来。奴婢查过了，夫人昨日出事是因为那杯茶，那茶是奴婢亲手沏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茶除了奴婢，就只有世子妃碰过。他昨日只怕是有备而来。茶杯的事儿不能外传，他有备而来又怎么样？这侯府是我的地盘，我还是他的长辈，领的是搓磨他，让他生不如死的法子。母亲想怎么做？哼，我身体不适，把明云堂喊过来市集。哼，还是母亲有办法。把衣衫脱了。怎么，昨夜嚷嚷着不行了，今夜还想要？我呸！要你个大头鬼！今夜是第2次针灸的日子，我来给你针灸，疏通经脉。这么迫不及待的为我医治，对我动心了？你想多了。早点治好你，早日把孩子生了，我就能早日离开，过我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别废话，赶紧脱。不是扎针吗？摸什么？我的医术是自学的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没给人扎过。任学太难，我先摸一遍，摸清楚了再扎，这样才不会扎错。这狗男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凶得很，我要珍惜所有占他便宜的机会。一会儿你给我等着。1个小关，2个小关，3个小关。什么小关？我给世子生完孩子后就离开时，世子送我万金，
换算成日薪，差不多是13两金。找一个小官最多1两金，我今夜刚好要给你扎13针，所以就是1针1两金，一个小官，想想就爽爆了。摸着我的身体，想着起。好了，完美。做了我的女人，还想去找小官？我就说说。世子，侯夫人方才派人过来说她身体不适，请世子妃过去侍疾。荣景玉，你属狗的呀！我8抬大轿把你娶回家，跟你圆了房，可以放你走，但是这辈子你都不许再有其他男人，否则我必杀了你。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点酸酸的？你该不会在吃醋吧？忘了告诉你，我这人虽重信守约，但我看过的书和我睡过的女人，谁都不能碰。这是以后还要派人监视我？不是监视你，是保护你。我不需要，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后，你若是敢派人监视我，我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，但是我要弄死你还是可以的。我诫命一条，能拉着你陪葬，怎么看都是我赚了。所以，这是你的底线。啊？我知道。所以刚才这狗东西是在试探我，他心机怎么这么深？刀奴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属下方才站得有些累了，便靠在门上。自己去刑房里拾板子。是。走吧，我陪你过去。张氏病了，我也得过去请安。你在看什么？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好，你说。方才世子妃咬了世子一口，世子不但没生气，看着还很高兴。真的假的？咬哪里了？咬嘴上。啊！屋子里的浊气怎么这么重？我那天只是给张氏用了一张降低他气运的符，正常情况下，他的住处不该有这么重的浊气，除非他手里有太多的杀孽。他的气运一低，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亡魂就来找他了。母亲，你怎么这么丑？云堂，别乱说。母亲端庄大气，年轻时是京中难得一见的美人，她只是生病才变成这样的。母亲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嫌你丑，我只是刚才进来突然看到你这副样子，被吓到了而已。你别担心我，我多看几眼就能习惯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和世子才大婚，我本不想喊你过来侍疾，只是京中的规矩如此，你若不来，传出去恐会被人说你不孝。我明白的，我非常喜欢母亲。母亲病了，我作为儿媳妇理应过来侍病。朱嬷嬷，你给世子妃讲讲要如何侍疾。哎，世子妃，夫人身上伤痕甚多，不能捂着，更不能让衣衫沾在上处，所以你每隔1个时辰就要给夫人上一次药。夫人喜欢听曲儿，不上药时候，你需为夫人哼小曲儿；夫人起夜时，你需要在旁伺候擦拭。哼，二弟，男女有别，你就算是再心疼二弟妹，也不能代替她侍疾。景玉，你的孝心我收到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你回去吧。我本来把她送过来就想走的，但是她这副样子，我真怕张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又不想走，
母亲，你可是要如厕？快扶我去净房。好的。哎呀，母亲，我知道你现在很臭，但是我是真心过来市集的，你不用给我行这么大的礼，快起来。世子妃就是这样给夫人治病的吗？还不快过来帮忙！哦，我年纪小，没见过这场面。母亲慈祥，肯定不会怪我的。母亲，你拉裤子了！快扶我去净房。好的，母亲。依我看，你就是故意的，滚！大哥，我是诚心诚意来给母亲市集的，我要做天下第一孝媳的，你就让我来扶母亲吧。你走。好吧，母亲，你下次还想要找人市集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喊我。还得是他，庆幸我被张氏害得百毒不侵了，否则就他这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，我估计也得在他手里吃亏。张氏想要用市集这事搓磨我，我就让他把屎拉裤兜里，笑死我了。今日你可没给张氏吃东西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大夫想要收拾一个人，法子多的是，不过这次还是他给我的启发。我上次给他挠痒的时候，特意为他把过脉，知道他的体质，我过去的时候做了点准备。你似乎在收拾人这件事情上颇有心得。还行，我们道医行事是有规矩的，绝不会对无辜之人下手。是张氏自己造了太多孽，他身体的阴阳之气已经失调了，就算我不动手，他也很快就会生病。道医，你一个从小在后宅长大的女子，怎么成了道医？道医的意思是找到学医之道的大夫。不说我了，你身上的毒是张氏和荣运之下的。想让我死的人很多，他们只是其中一环，他们背后还有更厉害的人，他们很快就会来找我。谁啊？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你这2次表现非常不错，这是赏你的。1万两，这么多都给我。你帮我收拾张氏，除了我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恶气，该赏。后面要是做得好，也有赏。张氏，你可别太脆皮了，再多蹦跶几回，姐能不能发财全靠你了。真是见钱眼开。我们的婚是陛下赐的，我今日往宫里递了折子，明日随我进宫谢恩。好嘞。会医术，懂阵法，行事大胆跳脱。一个人就算是再性情大变，也不可能会自己不会的东西。一问起这些就转移话题。明云堂，你到底是谁？多谢陛下赐下良女，让臣取得如此贤妻。免礼。这些年来，荣卿为朝廷立下不少功劳，难得动了娶妻的心思，朕自然得成全。明氏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是个端庄大方的女子，与荣卿很是般配。谢陛下夸奖。朕与荣卿有公务要谈，王真，你带她去御花园逛逛。是。世子妃，这边请。真喜欢，真喜欢。你成亲那日的事情，朕听说了，有点意思。你眼光不错，今后好好护着她。朕之前答应你的事，依旧算数。只要你的孩子一生下，朕就让你袭爵。谢陛下。
世子妃，您对御花园的景色可还满意？公公，公公，陛下最喜欢的翠玲病了，您快过去看看。陛下最喜欢的翠玲病了，若她出了事儿，陛下必会怪罪。公公去忙吧。世子妃，老奴得过去看看。你留下来陪世子妃，照顾好她。是。世子妃，那边的鸢尾花开得正好，奴才领你过去看看。这太监身上的香气和张氏给我的白玉香囊的味道一样。荣景玉说招氏的背后还有人，那人居然是宫里的人。好，这边请。我此时拒绝，他们肯定还有后手，更加防不胜防。不如先看看他们要做什么。荣景玉，姑数次招了你，你都拒绝了，你不能为姑所用，姑就只能杀了你。姑之前没能毒死你，算你命大。你想娶妻生子，做梦！就让你断子绝孙！公公，到了吗？就在前面。奴才突然肚子疼，世子妃自己过去吧。我去，居然不是下毒，幕后之人为了杀我，这是下血本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！救命！居然是个绝色美男，该不会是老饕的掉牙的捉奸戏码吧？不对，这美男有问题。姑娘是谁？这是哪里？我是万户侯府的世子妃，你又是谁？我是赵怀觉，我今日奉旨进宫议事。赵怀觉，没听说过。你中毒了，刚才迷失了心智。我就说那太监身上的香味怎么那么熟悉，原来是用来对付你的。原来她就是荣景玉新娶的妻子。方才这里传来救命声，快随姑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姑，这是太子的自称。天哪，原来张氏的身后之人是太子，难怪荣景玉不好明着对张氏下手。这里太偏僻，只有我们两人，他们是刻意算计，此时过来必会往我们身上扣上通奸之罪，得赶紧想办法。快走！我方才看到有一对男女在这里幽会，随我过去看看。我勒个去，居然是连环计！如果你动手杀了我，我就死了。你没有动手杀我，我们就是在通奸，这计够毒的。既是冲你来的，也是冲我来的。出去的路全部被堵死，我们今日再见领导。那可不一定，就看你豁不豁得出去了。赵怀觉是我朝唯一的异姓王，封地在越州，父皇一直想收回他的爵位。不管他今日杀没杀了明云堂，只要抓住他，不但能治他的罪，还能让他和荣景玉结仇。那边死了个太监，快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人来了，太好了！方才这里有人要杀我，那刺客杀了陪我过来的公公，我呼救时这位公子赶了过来，他被刺客刺伤了，快救他！你们孤男寡女在这么僻静的角落，八成是在偷情。这个太监发现了你们，就被你们杀人灭口。你也瞎呀！放肆！你知道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一个后来的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就在这里恶意重伤我。把这贱人给姑拿下！住手！住手！世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这条蛆往身上喷屎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方才被小太监引到这里来，然后被人刺杀。这位公子舍身救我，
这个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脏东西，不去抓刺客，却凭空造谣污蔑我与那位公子通奸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污蔑你。快帮我揍他！扭死他算了，不但骂太子是蛆，还把太子打了，自己打完还喊我打。休得胡说，那是太子。太子竟是个眼瞎的！我不是骂你哈，我只是在说事实。毕竟他都伤成这样了，我怎么跟他通奸嘛？你太子说他们二人在此通奸，可有证据？这里这么偏僻，他们孤男寡女在一起，本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那就是太子殿下，并无证据证明他们通奸，纯属猜测。女子名节大于天，就算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也不能随意污蔑。此事我必当禀报陛下，请陛下为我们夫妻二人做主。不是让人拖住他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荣景瑜那么厉害，他发现了异常，我们人拦不住他。我腿没受伤，能自己走。我怕你自己走，又傻傻的被人算计。我看你就是想占我便宜。对了，张氏背后的人是不是太子啊？这么快就猜出来了，也不傻嘛。哦，今日王公公被人引开，云堂被引到偏僻角落，幸得越王施救。他们二人之前连面都没见，却被太子污蔑通奸，还请陛下为臣做主，严查涉事太监的身份和刺客。老奴失职，没有照看好世子妃，请陛下责罚。父皇，那里是御花园最偏僻的一角，儿臣发现他们时，他们衣衫不整的在一起，所以儿臣才会生出误会。太子殿下管越王被刺客在胸口插了一刀，臣妇想要搭救他时，手忙脚乱，叫衣衫不整。那太子殿下带着一大队御林军匆匆赶过来的时候，也是衣衫不整。你们是不是也有私情？胡说八道！陛下，是臣无能，没能将刺客抓住，这才让太子殿下误会，臣罪该万死。越王的伤势如何？越王的伤势虽重，但是没有伤及肺腑，没有性命之忧。既然躲不掉，就只能用苦肉计。我要刺你一刀，会看着伤势很重，却只是皮肉伤，不会伤及内脏。你信不信？我信。越王没事就好。越王救万户侯府世子妃有功，当赏。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今日行为确实欠妥，命你给越王和世子妃道歉。对不起。你的对不起我收到了，但是我不想原谅你。女子名节大于天，寻常百姓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，都不会随意将这脏水往女子身上。你身为太子，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。你怎么说话的？陛下，云堂是内宅女子，不懂规矩。她第一次进宫就遇到这种事情，心情激愤下冲撞了太子，还请陛下责罚。此事他是受害者，他的心情朕能理解，责罚就免了。他今日受了惊吓，王臣，一会儿去国库把八宝如意簪取来，在你旨封她为一品高明夫人。是。谢陛下。虽说本朝女子诰命的分封随附近的官职而定，却不是每个官员的妻母都能有诰命。皇帝这么快就把诰命给了我，看来他已经知道真相，想压下这件事，用封赏让我闭嘴。免礼，越王今日也受委屈了，赏叶明珠一对，黄金1000两，伤好伤药2瓶，恢复后好好养伤。谢陛下。你有伤在身，礼便免了，都退下吧。太子留下。你个蠢货！父皇，今日之事，儿臣真的只是误会。荣景玉夫妇二人真是完全没把儿臣这个太子放在眼里啊！
这是藐视皇权啊！死的那个太监是东宫的人，赵怀觉也是你派人引过去的。这些事你真当真不知道？儿臣只是想为父皇分忧。朕不需要你这样分忧。身为太子，却沉迷于用后宅女子的手段，拉拢荣景瑜不成，就出手报复，一点太子的胸怀和格局都没有。今日真是朕压了下来，再有下次，这太子你也别做了。今日若非世子妃反应快，我必死在宫中。救命之恩，来日必报。越王言重了，今日你我之间只是互帮互助，细算起来，得是我谢你。世子妃的性子颇为有趣，我很是欣赏。待我伤好，定到侯府拜访。好啊，越王好好养伤。舍不得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却答应一个外男的拜访，怎么想给我戴绿帽子？你见过哪个女子想要偷人，当着自己相公的面做的？我只是在想，他这人挺有意思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对我一点都不了解，就敢让我捅他一刀，有眼光。他身上的那一刀是你捅的？对啊，那种情况路都被封死了，我们根本就逃不掉，就只能嫁祸给根本不存在的刺客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今日就被太子算计了。我只扇了他2耳光，亏死了。你打完太子还觉得亏？是他算计我的，我打他，他不是活该吗？要不是他的身份太高，拿刀捅他会被御林军打死，要不然我今日高低得捅他2刀。世子、世子妃，请上马车。真想捅太子几刀的话，我们想想办法，做个局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本来觉得我的想法已经很大胆了，没想到你更大胆。来来来，我们来合计合计，怎么做这个局？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他们都说我疯，我至少有疯的底气。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敢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是比我还疯。谁说我什么都没有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就是我的底气。你比我跟你合作时可说了，你是吏部尚书，还是9门提督，你这么牛，我作为你的妻子，当然不能拖你的后腿。你不怕？害怕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，因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想要解决问题，就得从根源上斩断。你这想法不错，明云堂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生完孩子后就别走，留下来继续做我的妻子，这个位置很适合你。你这是在留我？你喜欢我呀？我曾说过，高门大户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我只是觉得你有手段，胆子还大，配做我的妻子。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你身边还这么危险，我得犯多大的病才会愿意留下来做你的妻子？孩子一生，我马上走，一刻都不多待。你想要我的感情？我不想要。你这人虽长得好看，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还极其危险。我喜欢你的那句话，我们之间只谈利益，不谈感情。你做什么？给你施针啊！赶紧把你预制的经脉疏通，然后生孩子。等把孩子生下来后，我马上就走，一刻都不多留。你不是说7天才能施1次针吗？这才过去3天。骗你的！之前怕你杀了我，想显得自己用处很大，给自己留了3个月的缓冲期，就说7天才能施1次针。现在我知道你不会杀我，我又着急离开，就不装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骗我！也不能算完全骗你，其实3个月疏通瘀滞的经脉对身体最好。当时我看你壮得像头牛，缩短到1个半月也是可以的。把手拿开，我给你施针。上一个骗我的人，
坟头草都一人高了。行了，我现在知道你没我不行，别用这种话来吓我了。放开我，我们来做正事。这也是正事。萧景玉，你个混蛋！你要不怕丢人，你就尽管叫。这大白天这大路上，世子就对世子妃，哎，世子真是个禽兽。吁！世子，世子妃到家了。世子身体不适，你把他背进府吧。啊？快一点哈，晚了小心世子生气。啊？传闻男子行房后，因为精气外泄的厉害，会出现全身绵软脱力的状态，便是马上风。世子这么年轻就得马上风了？闭嘴！我这是被明月堂用针扎的。啊什么啊！还不快过来扶我！是。世子怎么吐血了？世子妃方才回府的时候就交代了，她在马车上为世子疏通经脉，留了最后一针，让属下来扎。世子吐的是瘀滞的毒血，并无大事。世子妃医术卓绝，远非属下能比。大夫若要暗中使坏收拾人，手段五花八门，防不胜防。你想说什么？属下观世子妃聪慧非常，与世子极其般配，就是性子跳脱了些。这世间女子所求的不过是疼爱自己的相公，若世子能得到她的心，她必成为世子的贤内助。得到他的心？属下私下与世子妃相处过几回，对她有些了解。像她这样的性子，只有得到她的心，她才会真心效忠。而要得到她的心，世子得先付出真心。就他那，也配得到我的真心？算了，我是个大度之人，为大局考虑，可以假装对他上心了。一奴，女子一般喜欢什么？我今日没如他的愿，他该不会拿金子来扎死我吧？世子，我虽骗了你，但也是真心为你好，你冷静一点。过来。世子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一向赏罚分明，今日你在宫里的表现不错，赏你。不打我呀，世子大气。不过我觉得你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世子这个动口不动手有点特别，我不太承受得住。你若再敢扎晕我就剁了你的手，让你死在我床上。世子妃，夫人请您过去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世子，我要去收拾张氏了，你能放开我吗？明云堂，就算你再有用，你若敢骑到我头上，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你。明白明白，在我心里，世子就是天上的日月，悬于高空，高不可攀。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。世子放心，我会努力做好我的分内之事，尽快离开世子，不碍世子的眼。他把胡萝卜加棒子这一套玩到了极致，还喜怒无常，和他相处太累了。弄残张氏，治好他后，就给他纳上10房8房的妾室，让他们给他生一窝的孩子。反正我们最初说的是给他生个孩子，
又没说我亲自审。他性子这么野，我给他的簪子他都不愿意戴，他只怕治好我后就会想办法离开我。我要怎样才能留下他？我近来身体不适，实在无力掌家，便想让你来主持府中钟馗。朱嬷嬷，你把对牌和钥匙给世子妃。是。张氏这么快就交出管家权，其中必定有诈。母亲，我年纪小，刚进门不久，现在掌家恐难服众。你是世子妃，这家迟早要交到你手里的。母亲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试试吧。母亲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，等母亲身体好了，这家还得母亲来当。好孩子，你先回去，一会儿我让张嬷嬷把账册送到你那里。好。夫人，您真的要把钟馗交给他吗？哼，怎么可能？这家哪是那么好当的？这侯府上下都是我的人，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，不用3日就能扒下他一层皮。夫人英明。哼，明云堂这小贱蹄子，邪门的紧。我之前轻敌了，在他的手上连败几场。这一次，我要把之前败在他手里的一次扳回来。夫人出手，自然万无一失。明云堂那个贱人不可能是夫人的对手。你去通知大厨房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去请大夫。是。世子，世子，张氏又出招了，江湖救急。他又要做什么？他说要将钟馗交给我，方才把对牌和钥匙都给我了，这里面一定有天坑。你赶紧跟我说说府里这些人的关系，我好想办法应对。你方才不是说要去虐他吗？你没下手？下手了，我让他上吐下泻，一说话就吐，一动就烂，大概能拖他3天，所以我还能有一点准备的时间。一说话就吐，一动就拉，你这是又玩出了新花样。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我进府的时间又短，没什么根基，他一下子来这么大的，我只能用我的办法先拖住他。殷奴，世子有何吩咐？往后你跟着世子妃，帮她处理内务。是。府中事务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问殷奴。太好了，你先跟我说说府中几个管事的情况。府中的管事都是夫人的人，那些人又奸又猾，夫人要对付世子妃，必定早就吩咐下去了。如果属下没猜错的话，他们会从大厨房开始发难。世子想要得到整个侯府赐府的控制权，不可能没查那些人吧？你们手里是不是有好些人的把柄？世子，我既将你拨给了他，那么往后你待他如同待我一样，无需隐瞒。是。属下迟些便将那些人的把柄给世子妃。光有这些还不够，世子，你借点人手给我吧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先发制人。想来你们都听说夫人病了，她将府中的钟馗交给我，打理好侯府，不辜负夫人的信任。我立志做这世间第一孝媳，为夫人分忧，不辜负夫人的信任。现立下100条府规。当奴，你来念。是。第1条，凡我府中之人，当以诚信为主，凡撒谎欺瞒者，视情节严重程度，杖10到30不等。你什么时候写的100条府规？我进府时你就说让我从张氏那里拿到钟馗，我那时就开始写了。你还真是深谋远虑。世子交代的事情，我自然得上心。世子妃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你怎么还不把今日采买的银钱送到大厨房？再不去采买食材，侯府上下就要喝西北风了。耶奴，府里的下人不敬主人，依着府规，当如何处置？当杖30，并逐出府，永不录用。那还等什么？耶奴，将他拖下去行刑。是。
老奴不过是来催世子妃拿银子，算不得不敬主人。老奴可是夫人认证过的顶能干之人，世子妃不能动我。老奴来侯府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府规。你没听过很正常，这是我刚刚立的府规。你耽误我管家，便是耽误我做世间第一孝媳，必须当众行刑。来人，将刑凳取来，我就在这里给田嬷嬷行刑。是。住手！大公子救我！明云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田嬷嬷进府多年，是母亲的得力助手，从没犯过错。你这般对她动手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母亲？这蠢货如期而至，真好。那母亲可能被这奴才给蒙骗了。老奴自进府就兢兢业业为侯府做事，世子妃这样对老奴，老奴不服。我们不服，我们不服。明云堂，你第一日掌管钟馗就闹出这等事来，往后母亲如何将府里的钟馗交给你？就她这样，根本就不配做侯府的世子妃。你赶紧休了她吧。大哥别急，我先给你看样东西。一奴，这是田嬷嬷担任大厨房管事后每日的采买清单。她不但以次充好，收取回扣，还打着侯府的旗号在外欺压菜农。这是菜农的指认书，世子为了给菜农一个交代，已经向京兆府报了案。我原本打算先依着府规处罚完田嬷嬷后，就亲自将她送交京兆府。她骗了母亲和大哥这么久，大哥一定很生气。为了家庭和睦，我愿意把田嬷嬷送京兆府的事送给大哥做，让大哥出一口心里的恶气。你们这是栽赃！大哥这是脑子糊涂了，证据确凿之下还胡说八道，我帮大哥清洗。熊景玉，你竟敢打我！我与云堂不但是陛下赐的婚，还感情极好。你竟为了一个犯了事的下人让我羞辱他，该当。你，母亲将侯府钟馗交给我，那是对我的信任。大哥不但让世子休我，还耽误我做天下第一孝媳。亏我还处处为大哥和母亲着想，简直是气死我了！这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等着。继续行刑。我年纪小，不懂弯弯绕绕，只会赏罚分明。我那里有你们的账册，一会儿一个个过来跟我细说。有问题的，这次说清楚，我既往不咎。但若是有人欺负我年纪小不懂事，想糊弄我，那田嬷嬷就是例子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最好。我给你们一个时辰，自己想好要怎么做。是。你可真会扯虎皮做大旗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？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，我当然要去母亲面前尽孝，毕竟我可是要做天下第一孝媳的。一奴，你陪我去见母亲。是。属下觉得世子妃再见几回夫人，就能把夫人送走了。净说大实话。去张氏那里，尽完孝了。尽完啦。这次又给他送了什么礼物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让他暂时说不了话，下不了床，在床上继续躺着，再时不时抽几下。经此一事，府里的钟馗大权就算是完全落在我手里了，掌管侯府钟馗，目标达成。世子不夸夸我吗？你别得意，就算你得到了钟馗大权，也只是暂时安稳。世子说的是，这一次张氏失了钟馗权，他应该会十分后悔，估计还会设法反扑。他应该已经发现了我的手段，以后不会轻易见我。再想对他动手，就有些难。你很遗憾？不遗憾，我今日还给他用了符，他越是生气，积攒的浊气就会越多，体内的阴阳就越容易失衡。他若是气性够大的话，不用多久就自己把自己给气死了。世子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赵怀玉的败体，他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
想过府道谢，你要见他吗？见啊，他人挺有意思的。不能见吗？陛下此番召他回京，本意是将他架空，让他自请撤藩。出了上次宫里发生的事情后，陛下反而不好提撤藩之事，不好处置他。我们若与他走得近，会让陛下不悦。这样啊，那就不见。这就不见他了，这么没人情。哼，我这还不是跟世子学的，与人相处只讲利益，不讲感情。和他走得近会有麻烦，他就算性子再有趣，我也会和他保持距离。你学的倒是很快，还行吧。劳世子把衣衫脱了，我给你施针。你最近对给我施针这事会不会太积极了点儿？这不是急着给世子生孩子吗？不急着疏通瘀滞的经脉，先做生孩子的事。色狼，放我下来！乖一些，明日带你去逛街。逛街能买东西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那还等什么？这个，还有那个，除了我刚指的那几件，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世子，可以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这是把我当冤大头在？世子，这话我可不爱听，这是我昨夜辛勤劳动换来的。你还挺骄傲。我不骄傲，是世子大气。世子妃，好巧。好巧，王爷的伤可好了？多谢世子妃关心，已无大碍。我观王爷面色，似有中毒之象，为防万一，王爷还是找个大夫仔细诊脉。谢世子妃提醒，我迟些便去找大夫。谢谢。有点重，我来变好。辛苦世子了。王爷，给您看病的是太医，用的是陛下亲赐的药膏。您的伤势愈合的虽快，但是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体不适。别乱说，一会儿去找个大夫看看。是。赵怀觉中毒了。是的，还是很恶毒的毒。那毒能让伤口看起来愈合，但是只要稍微用力，伤口就会崩开。伤口崩开后，只要稍微处理不当，他便会丧命。死的时候还会让人觉得就是他不小心弄崩了伤口。这手段有点缺德。何止缺德，简直就是恶毒。不行，他那刀是我捅的，我不能看着他去死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家王爷没有性命之忧，不就好好养着，之前用的药都别用了。府里近身伺候却不是太信得过的人，都不要让他们近身。我去开个方子，按我的方子给他煎药。是。多谢。道谢就道谢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妨，王爷放宽心。你中的毒虽刁钻，却可以解。我今日不方便给你处理伤口，你回去之后让信得过的人为你处理。迟些我会让人给你送伤药过来。好。劳烦取笔墨纸砚来。
道奴，你把这药丸送进越王府。是。我知道我这一次救了赵怀玉会给你添麻烦，但是道一是讲因果的，他因我而受的伤，我不能不管。去洗手。你是嫌我手上沾了药啊？我现在去洗。疼！你干嘛？我自己会洗。你今天摸他了？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大庭广众下摸别的男人，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世子啊，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吃醋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一日是我的妻子，就一日得守着妇道。再有下次，我剁了你的手；再有下次，我剁了你的手。知道了，世子与我之间只有利益，没有感情，你不会为我吃醋。你知道便好。你给赵怀觉又是写药方，又是送药丸，却从没送过我任何东西。谁说的？我明明送了世子很多针啊！你这么喜欢用针，那去给我做套衣衫。不会，不做。你觉得这个花样世子会喜欢吗？属下觉得只要是您挑的，世子都会喜欢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意思啊？不敢，属下自小跟在世子身边，还是第一次见他对一个人如此在意。如果他对一个人在意就是折磨一个人的话，那他对我确实够在意。他明明知道我不会做衣裳，非逼着府里的绣娘教我。府里那么多的布料不要，非让我出门给他买。许是世子觉得世子妃亲手给他买的，再亲手做出来才能代表世子妃的心意。你就别替他找补了，他就是在折腾我。世子自小吃了很多的苦，所以防备心重，对谁都有极重的戒心。世子或许最初的时候对世子妃是有些敌意，但是这番相处下来，世子妃在世子心中的位置已极高。我在他心中的位置极高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凌云堂，好久不见。相请不如偶遇，姑请你去对面的茶楼喝盏茶。我还有事，不去。太子殿下这是做什么？别紧张，姑就是想请世子妃喝盏茶而已。世子妃不会连这点脸面都不给姑吧？上次在宫里，我莫名其妙逼着狗太子算计，还没找回场子。他今日自己送上门来，我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太子殿下请我喝茶，荣幸之至。哈哈哈哈，是个爽快人，姑很喜欢。完了，今日是要出大事了，我得设法通知世子。太子殿下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上次在宫里，你的反应还挺快的，让姑颇为意外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不演了？这里没别的人，你今日出不去了，姑没必要再演。你出不去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间茶楼是姑的私茶，茶楼里里外外都是姑的人。从你今日进来的那一刻起，就插翅难飞。你太卑鄙了！你想要做什么？荣运之来找过姑，说你颇有本事，把张氏折磨得生不如死，已经执掌侯府的钟馗，毁了姑在侯府多年的布局，姑很不高兴。你别胡说，我可是本朝第一孝媳，我对母亲可孝顺了，是她自己身体不好，病倒了而已。是吗？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姑听闻荣景瑜很喜欢你。你说他若知道你在这里和姑私会，他会怎样？原来你是冲着世子来的，你对他不满，你去找他的麻烦便是。找我做什么？荣景玉不过一介臣子，姑乃储君，数次向他示好，他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姑，姑自然要给他一点教训。姑还从来没有尝过晨曦的味道，想来颇为特别。
身为一国太子，居然做这种事，你还是人吗？孤乃太子，往后是一国之君，这天下都是孤的。你就庆幸你是荣景玉的妻，有点价值，否则以你的出身，根本就不会看你一眼。呸！恶心的普信男，你这种人渣根本就不配做太子！你别过来！孤看上你，那是你前世的造化。孤劝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在孤的身下好好成婚，否则一会儿有的是苦头吃。你个王八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打姑奶奶的主意！姑奶奶真是给你脸了！住手！孤可是太子！呸！就你这种狗玩意儿，也配做太子？这天下若是落在你这种人渣手里，简直就是灾难！今日我要为民除害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就叫胆子大了？你还是见少了世面。姑奶奶今日就让你好好见个世面！你还要做什么？你猜？起火了，快来救火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有事的是太子，快走！世子以为我方才拦着他是为了救世子妃，其实我是在救他。毕竟他身份摆在那里，世子妃收拾完他后，世子还得来扫尾。今日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世子了。还能卖乖撒娇，看来是真没事。什么事你直说。你之前说不管我做了什么事，出了事你都会兜着，这话还算数吗？算数。说吧，你把太子怎么了？他欲对我不轨，我打了他一顿。他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你动手动脚。还好吧，我也对他动手动脚了，只是如此一来，我的手脏了，脚也脏了，自己全身都脏了。你回去给我洗洗。打得好，这事后续我来处理，你别担心。这事儿可能没那么好解决。你该不会把太子杀了吧？那不敢，我只是把他阉了而已。什么？你把太子阉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先在他那里踹了几脚，那几脚踹完，他基本上是断子绝孙了。为防万一，我又给他扎了几针，确保断了他的根本，让他这辈子都举不起来。可真有你的！镜中众人都说我胆大包天，和他比起来，我真是克制内敛。我琢磨着仇反正都结下了，踹一脚是那样，踹两脚也差不多，让他断子绝孙也没本质的差别。那索性就给他来个大的。你这表情我挺慌的，你该不会罩不住我吧？这不是罩不罩得住的问题。陛下就太子这一个儿子，你把太子废了，这是要让陛下断子绝孙了。我这么牛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子人品低劣，我本来想让他这几年生下一个孩子，然后弄死他，扶那孩子继位。你现在把太子废了，把我的计划打乱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只能找个合适又听话的人扶为太子。你可真是牛死了，什么都敢干。还行吧，我觉得你也不差，居然对太子有这样周全又完美的规划，你可真是个大奸臣。谢谢夸奖。不客气。原本是我不耐烦应付内宅的那些破事，看他有些本事，娶她回来应对。现在好了，
他捅出了更大的篓子。按这情景发展下去，我怕是得权倾天下才能护得住他。世子，我们的人过来回报，茶楼起火后，太子的人将衣衫不整的他从茶楼里接了出来，如今已将他送回皇宫。将这封信送给左都御史，让他明日早朝时弹劾太子骄奢淫逸，时常去青楼侠妓，还在京中的宅子里养了好些妓子。他昨日在茶楼侠妓失火，有失体统。是。等一下，你去完左都御史府后，再去一趟大理寺卿府，让大理寺卿配合左都御史的行动。明日早朝就算不废了太子，也要让陛下将太子敬足。是。世子这是要提前对太子动手吗？今日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太子才是最丢人的那一个，他必定不敢声张。世子可以静观其变。他是不敢声张，但是这口气我却咽不下。云堂是我的妻子，他却对她生出那样的心思，这是我忍不了。不知不觉间，世子妃在世子心里竟如此重要。她是我的妻，我自然要护着她，无关情爱。世子说的是。世子妃想好了，直接下手就好。府里的布料甚多，剪坏了重新再找一匹过来便是。有道理。反正这些都不用我花银子买，剪坏了也是世子的银子。世子妃说的是，刚才我们的人传来消息，世子今日带人在朝堂上围剿太子，陛下进了太子的族。只是进他的族，过段时间就会把他放出来，便宜他。他毕竟是太子，又是陛下的独子，陛下就算对他再失望，也会留几分情面。也是，他失了生育能力，被废是迟早的事。只是他放出来之后，肯定会报复我，我得早做打算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得另想办法暗死太子。世子好厉害！比起拍马屁，我更想要一些落在实上的好处。衣衫做的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还是更擅长给世子扎针。怎样？今日扎完针，世子瘀滞的经脉就能完全疏通了。你很开心？世子身体大好，我当然高兴。来来来，你快把衣衫脱了，我们来试最后一针。这么想替我生孩子？是啊。满足你。不是，他最近动不动就亲我，这合适吗？姑怎么样了？殿下伤及根本，往后可能会字字艰难。你说什么？殿下别太过忧心，若往后好生医治，也不是完全治不好。姑不能生御史，却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否则姑的太子之位必保不住。殿下放心，臣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。方景玉、云堂，我杀了你们！好看，包起来。是。上次世子给世子妃买的首饰，世子妃不喜欢了吗？我喜欢啊。今日我不是为自己买的，而是为世子未来的妻妾买的。世子只有世子妃一个妻子，哪来的妾？回去之后，你帮我整理一份京城世家名门闺秀的画册，到时候我给世子挑几个身家清白、性子好的小姐给他做贵妾。以他如今的体质，只要妾室够多，他够勤快，2年生个3、5个孩子都不在话下。世子妃的想法，世子知道吗？等你帮我整理出闺秀的画册时，我就跟他说，男人嘛，不会嫌自己的妾室多，他到时候一定会很开心，夸我贤惠。
世子对世子妃动了心，世子妃却一心想为世子纳妾，看来世子追妻的路还很漫长。今日世子妃所购之物，都记在越王府的账上。不用，多谢王爷美意，这些东西得我自己来买。王爷的气色不错，看来已经大好了。若非世子妃出手，我已经命丧黄泉。不知世子妃能否赏脸吃顿便饭，顺便商议一下后续收尾之事。世子妃与越王殿下之前在宫里被人造过谣，如今最好是保持距离，恐被人说闲话。本王与世子妃坦坦荡荡，又有伊奴姑娘与赵默在旁随侍，有何闲话可传？王爷说的是，请。太子身份贵重又特殊，陛下又只有他这一个儿子，想要废掉他，并不容易。确实如此。王爷提到这件事，可想到什么好的法子？传闻陛下早年除了太子外，还有一位皇子，只是那位皇子在灯会上走失，流落民间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还有这事？世子没同世子妃说过这件事吗？世子朝堂上围攻太子，将他禁足，我以为他早有打算。荣景玉上次说要找个听话的人来做太子，估计指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流落在民间的皇子。王爷今日提起这件事，可是有那位皇子的消息？世子担着九门提督一职，如果要有那位皇子的消息，想来也会是他更先知道。王爷真会说想。我今日来找世子妃，是想请世子妃给世子带句话。王爷请说。我虽为异姓王，却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从未有过不臣之心。上位者却容不下我，世子的心思我看得清楚，愿与世子结盟，往后任凭世子调遣。王爷休得胡说，我家世子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天下苍生。世子妃说的是我在胡说八道。伊奴，你替我送送越王。王爷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无关世子妃与世子貌合神离，似各有心思。若世子妃有其他打算，不必亲力相助。一会儿出门，会有人向世子妃兜售青鸟，世子妃可买下，以后有事可用青鸟传递消息。走吧，我们回府吧。夫人，买鸟吗？我的鸟唱歌可好听了。好呀好呀，我挑一下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没世子妃美，世子应该看不上。这个挺美的，这个没世子妃灵动，世子应该也不会喜欢。什么我不会喜欢？属下想起来还有事要处理，先告退了。世子快过来，给你看美人。什么美人？这是永安伯府的二小姐，世子看看怎么样？也就那样。这个是兵部侍郎府的五小姐，胸大腰细屁股圆，一看就是好身养。这些都是给我挑的。是啊是啊，她们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只要世子看中，我马上就能帮世子跟她们议亲。她们都是官家女子，门第虽然不高，但也不低，让她们做妻或者做妾都可以，全凭世子喜欢。哼，为我挑妻妾，你可真是大度。那是自然，世子如今身体大好，又想要孩子，我怎么着也得给世子张罗个10房8房妻妾。到时候等他们过府之后，我再给他们排个侍寝的时间。只要世子勤快一点，2年内不要说1个孩子，10个8个都不是吗？排侍寝时间？是啊，女子月事时间不同，容易受孕的时间也不同。到时候我会替世子算好他们的最佳怀孕时间。世子只管去宠幸他们，我保证最多3个月，
世子就能让他们接连怀孕。你把我当配种的猪了？不敢，我既然收了世子的银子，就会好好替世子办事。世子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就算他们中间有些体质特殊，怀孕困难的，我也会给他们调理好身子，很快就能怀上。你让别的女人给我生孩子，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做好后勤工作，帮你调节妻妾间的关系，让你的后宅成为全京城最和睦的后宅，世子便能全心全意投入公务中。你这是想要反悔，不给我生孩子了？世子忘了吗？我们的约定是2年内我替你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可没说一定要让我来生，我替你找人来生，也算完成任务。你倒是会钻空子。世子这话就太冤枉我了，我这不是钻空子，而是遵从世子的价值观，不谈感情，只谈利益。你想怎样？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，世子要一个孩子继承家业，生一个肯定不够，因为可能生下来的是女孩，女孩不能继承家业，孩子还有夭折的风险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多生几个，才能确保万无一失，完美完成世子的任务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得感谢你考虑周全。不客气，世子若要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，我离开的时候多给我点赏银就可以了。啊，世子还没挑选合你心意的女子，挑完再走吗？你若敢随意把别的女人弄进府，我杀了你。我没随意把人弄进府，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？是你说的，不谈情，只谈利益。你这人又没有感情，现在这样的安排就是最适合你的呀。你生什么气嘛？世子，你别走啊！这么多的美人，你好歹挑几个呀。自己去刑房领20板子。我和一路一起偷听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挨打？脑子里装的是屎吗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这个要降职吗？这种尸位素餐的官员，不降职处理，难不成留着过年吗？是，属下现在就去传达世子的意思。这个又降职了。是。这已经是第11个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满朝文武有1半都得被降职查办。你有解决的办法吗？我有个法子，不知道行不行，试试吧。世子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，你把他带回房间休息。我哪带得动他？我那天和他吵架，他都要对我拔剑了，我这会儿往他面前凑，就是找死！不要过去，快松手！你们2个在做什么呢？世子妃听闻世子这几日公务繁忙，特意去厨房熬了1碗汤给世子补身体。过来吧。求求了。听说他这几日心情不好，8成是大姨夫来了，惹不起，只能哄着了。世子，趁热喝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是不是我不去找你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来见我？那哪能啊，这不是世子公务繁忙，我不敢打扰嘛。我输了。啊！你在朝堂上输给太子了？这可不行！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输的，我们合计合计，想办法扳回局面。他不过是个蠢货而已，我又岂会输给他？那你输给谁了？谁这么厉害，竟能赢得了你？
识呢，别耍流氓。命运堂，在遇到我之前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啊，谁？景言风啊。除了他呢？世子对我的情史这么感兴趣，这是要跟我谈感情，不谈利益了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们既然成亲了，你也没有喜欢的人，不如你亲自给我生个孩子。你这么聪明可爱，生下来的孩子一定也聪明可爱。我谢谢你的高看，但是这种吃苦受罪的高看，我不想要。你要没其他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有权势，长相和身材都还不错，你很难找到比我更好的夫婿。我也答应你，你生完孩子后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我这一生都只有你一个妻子，绝不纳妾。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价值，把这个价值等价换成利益，然后用来留我。可是荣景玉，这世上能留得住我的只有感情。你再有权势，身材再好，长得再好看，你心里若没有我，我就不会稀罕。这些都是落在实处上的好处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要荣华富贵有荣华富贵。你要信不过我，我们可以立契。不用。你觉得感情不可靠，只有利益才稳固，在名利场确实如此，但我想有个知我懂我，与我温暖，伴我度过人生几十载的相公。世子若舍不得付出感情，不如趁早放手。世子，刚收到探子传回来的消息，太子梁帝被诊出有孕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已经解了太子禁足。他的运气还不错，居然在这个时候有了后。之前世子让属下去找陛下失散多年的二皇子，如今还找吗？继续找。世子，那个吞吞吐吐的做什么？有话就说。探子根据当年二皇子失踪的线索细查，发现这里面有侯爷的手笔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这中间有一条线索，用的是侯府特有的手段谋出的，旁人查到这里，线索可能就断了。但是我们的人一查，便发现是侯爷当年的手笔。老东西胆子可真大，竟连当朝皇子都敢动。论胆大，还得是世子。侯爷只敢动皇子，世子动的是太子。陛下就2个儿子，被你们父子给祸害完了。世子要给侯爷写信问一下这件事吗？不用，以老东西的性子，问了也不会说。我们先找二皇子，再去问他原因。是。世子，方才太子命人送来请帖，他将于7日后在京郊的皇家别院开赏花宴，请您和世子妃一同赴宴。那世子要带世子妃去吗？他这几日估计在家里憋坏了，带他出去散散心。还是世子考虑的周全。此番出门，有世子妃陪在世子身边，既能增加你们的感情，还能好好教太子做人。世子，要不你还是把这件衣衫脱了，换一件吧。昨夜我一通瞎操作，总算赶出了这件衣衫。他说他要穿着这件衣衫赴宴，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他真穿了。这是你给我做的第1件衣衫，我穿着赴宴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大的问题，就是有点丢人。我都不嫌丢人，你怕什么？因为丢的是我的人。这样，你若看不下去，不如替我换一件。好。你大白天就这样对我投怀送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笑什么？伊奴说，想要得到你的心，我得用自己的心来换。我之前一直没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如今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
明白我若不把真心给你，不管我用多大的权势诱惑，许你怎样荣华富贵，你都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我。然后呢？这颗心给你。有件事情，世子可能还没有想明白。感情这种事，要的是两情相悦。你把你的真心给我，我不一定会要。你想怎样？道歉。道什么歉？道你当初拿刀子逼我嫁给你，还有平时没事就欺负我的歉。拿刀逼你嫁给我这事儿我认，平时没事欺负你这事儿我可不认。就你这性子，一个不痛快就给我一针，我能欺负得了你？我不管，我说你欺负了，你就是欺负了。你能讲点道理吗？世子，我再给你上一课。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，就不要和我讲道理，因为夫妻之间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。我的道理就是真理。你这是想骑到我头上拉屎啊？是啊，你让不让？你休想！对不起。乖啦。二弟对你这媳妇儿当真是宝贝的很，到哪都带着。自己的媳妇儿自然得自己疼。云堂喜欢热闹，我便带她出来逛逛。那二弟今日可得将你这媳妇儿护好了，我观她是个短命的，小心横死。巧了，我观大哥印堂发黑，这是将死之兆。大哥，你今日一定要撑住，别死了。我和世子今日是来赴宴的，不是来给你收尸的，你可千万别坏了我们的游戏。云堂真是善良，只是我大哥一向都不是个听劝的。我们进去吧，别让太子殿下等久了。狗男女，今日若不弄死你们，我誓不为人。太子把荣云之喊来，估计是来对付我们的。这货虽蠢，却很毒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对付他，我已经攒了不少的经验。他今日印堂发黑，是大凶之兆，我们必胜。你方才说他印堂发黑，不是吓他的？当然不是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太子在前厅等世子和世子妃，这边请。确定了，张氏又要作妖了，我又有做天下第一孝媳的机会了。太子殿下，免礼。母亲，你上次病了之后，我一直想去给你侍疾，你却不让。如今见你安好，我好生开心。你不要过来！母亲见到我这般见外，太伤我的心了。太子殿下，自明云堂进门之后，老身便一病不起，老身极度怀疑明云堂克我，还请太子救救老身。我对母亲知孝，事为母亲分忧。母亲病了，却疑心我克你，我好难过。克不克这事，不能光凭一张嘴说。也许母亲只是恰巧在云堂过门后病，这脏水可不能往云堂身上泼。世子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姑今日请了天师过来，看看世子妃是不是真的克了夫人。来人，请天师。太子殿下，老天师给侯夫人和世子妃看看，世子妃克不克侯夫人？是。可是有什么不妥？眼下还不能确定，需看过生辰八字才能定下来。侯夫人，世子妃，侧间已经备好了纸墨笔砚，你们把生辰八字写下来给大师看看。好。世子妃不写，可是心中有鬼。当然不是。哼，放心，今日明显是太子做的局，不管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样的，
一定会被这狗道士说出问题来。我要想办法破局。奇怪，太奇怪了。可是明云堂的八字克我。不是，而是看世子妃的八字是个已死之人。没想到啊，这臭道士还有2把刷子，居然算出来了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明明我现在活得好好的。他既然是个死人，又岂会再活生生的站在这里？难不成他是被妖怪或者厉鬼附身了？没错。难怪他一入府我就病了，他在这儿是吸食我的精气。天师，还不快把他收了！是。云堂是我的枕边人，他是人是鬼，我再清楚不过。太子殿下找了这么一个神棍来污蔑他，是不是欠你？荣景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一步！景玉，殿下知道你必定是被明云堂这个妖孽迷了心窍，这才会护着他。殿下，老身请您动用隐卫，诛杀妖邪。侯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有为何在？将这妖孽给人杀了，谁敢阻拦孤斩杀妖孽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小心！荣景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只是想要造反吗？想杀我的亲，得先问过我手里的剑。殿下何必急着往我家相公身上扣帽子？就凭天师的一句话，就说我是妖孽，我觉得太过武断了些。张氏看着慈善，却一肚子坏水。我这是怕殿下被他骗了。我的这些人是进来保护殿下。天师，我一向敬重玄门中人，要不让天师再仔细给我看看。你给姑看仔细了，他到底是不是妖？他若是妖，你若不能把他收了，姑便杀了你。是，这是贫道师傅留下来的罗盘，专门用来探查妖邪。待贫道驱动后，指针指向谁，谁便是妖。我已经让韵之在屋外放了一块大磁石，他此时应该已经调整好磁石的位置。不管罗盘的指针怎么转，最后一定会指向明云堂。若指针指向云堂，我便一剑杀了这狗道士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你才是妖！不是，这不可能！错了，不可能是我不是妖！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我就说我母亲那么慈祥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？原来是被妖孽附体了！我立志做天下第一孝媳，你竟敢阻止我尽孝，我抽死你！住手！太子一向仁厚，今日却这般倒行逆施，想来是被妖孽迷了心智。我来为太子驱妖。大胆！
这妖还没有抓完呢。天师这是要去哪儿？是定身符，原来你就是这样抓妖的呀？那我也会。你竟也是修道之人？道门有明令，禁止用道术残害无辜。你会一点道术，就对普通人下手。今日我要替道门清理门户。我错了，你这太……国师太子，你若敢下锅，父皇必诛你九族！别冲动，太子就算被妖孽附体，我们也不能杀了他，只能将他交给陛下法了。我听闻妖孽附体时，常会附在人体的右臂。太子殿下中邪这么严重，若不能将妖孽从他身体赶出来，恐有性命之忧。非我想伤太子，而是太子被妖孽附身，只能将太子被妖孽附身手臂斩下。今日得罪之处，还请太子恕罪。来人，赶紧将太子殿下送进厢房，找太医医治。孤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这人一般不放狠话，因为我直接动手。玩不起的宠物。我是被逼的，这都是太子的主意。母亲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女子才能被称为天下第一孝媳吗？不知道。张氏手里的人命太多，今日又看见我们对太子动手，留着他后患无穷。我们不能杀太子，却可以杀他。你不要过来！死了？他这是被我吓死了。好像是的。云堂，厉害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张氏这心理素质不行啊。是他的错。那个罗盘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派人做的手脚吗？不是。是我。哼，明云堂，今日母亲和太子联手，你死定了。越王殿下何时来的？从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世子别急着杀我灭口，太子数次害我性命，世子妃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是一伙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方才我若是对太子动手，杀太子这事，陛下必定会算在世子的头上。就凭我没有动手，还助你们一臂之力，就已经是世子的功劳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谢你。他敢现身，肯定有所准备，没那么好杀。多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好。杀我其实不难，我这条命是世子妃救的，世子妃若想要，随时可以拿去。陛下一直想要撤我的藩，太子为了迎合陛下，数次想要我的命。我比世子更想让太子死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太子的命，想让陛下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想助世子成为权倾天下的摄政王，想要世子掌控大权之后，给越州一条活路。你想要越州什么样的活路？我想请世子承诺，你掌权时永不撤藩，越州与蛮族交战时，朝廷给予适当的粮草，不让我越州的战士饿肚子。若我能手握权柄，可保朝廷不会为难越州。
多谢世子。我一直没弄明白，陛下为何想要撤越州的藩？越州有10万狼兵，那些狼兵不听朝廷的调遣，只听越王的调令。而越王又是开国之初，太祖被逼无奈封了藩王。陛下觉得越州拥兵10万，十分危险，便一直想要撤藩。你觉得赵怀觉有反的心吗？他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陛下要撤他的藩，从决策来讲没有大的问题。但如果是我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？越州与南蛮交界，南蛮没事就会犯境，有越州挡住南蛮，朝廷省心又省力。若赵怀觉真有异心，我有的是法子要他的命，接管他的兵权。你这格局比陛下还大，手段比陛下还厉害。还行吧，没点本事，怎么做吏部尚书加9门体律？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对付不了张氏。你当初娶我，应该是让我拖住他，让你在孝道上让人无法指摘，还能腾出手去对付太子，再寻个机会把他们一锅端了。都被你猜中了，只是我也没有想到你那么厉害，直接把张氏和太子一起收拾了。原来我从始至终都只是你夺权的工具。那你是不是得解释一下，那道士为什么会算你的生辰八字是已死之人？那是他们在陷害我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我之前就在猜，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原来是借尸还魂。我不管原主是什么样的，我就喜欢现在的他。世子，太子被人救走了。看来太子还是准备了后手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我们不能明着杀了太子，但太子若活着，必不会放了我们。那怎样才能废了太子？他被废了之后，要弄死他就容易得多。当然得太子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，然后由陛下亲自定他的罪。有道理，可是这件事情很难做到，毕竟陛下就只有太子这一个儿子，就算太子行事再狠辣，心肠再狠毒，他也很难下决心废了太子。这事就得看太子作不作死了。他如果作死的太厉害，陛下就得给天下臣民一个交代，不废也得废。我们进宫。好。父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荣景玉要造反！你说什么7日儿臣在别院设宴，荣景玉带着兵马包围别院，斩断儿臣一条手臂，儿臣拼死逃出来报信，还请父皇早做准备，不要让他得逞。你数次拉拢荣景玉，他拒绝你之后，你便一直针对他。该不会是你设计想要杀荣景玉，却被他反杀，失败之后就跑到朕这里来污蔑他吧？当然不是，他是我荣景，一直有不臣之心，儿臣这里有他谋反的证据。父皇，这些年来，荣景玉仗着父皇对他的信任，结党营私，私造兵器，收受贿赂，这些铁证如山，他早有不臣之心。如今时机成熟，便先对儿臣下手，断了父皇的血脉。哼，荣景玉好大的胆子！儿臣怀疑，他毁了儿臣之后，下一步便是要对父皇出手。他控制住父皇后，便会从都市抱养一个孩子过来继承大统，然后他做摄政王，成为真正的掌权者。这些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手里的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他贪赃枉法，不能证明他有谋逆之心。你的前科太多，朕对你也信不过。父皇，儿臣才是您的儿子，你怎么能信外人不信儿臣呢？你还有其他证据吗？有，荣景玉的岳父明金山是户部主事，他那里有荣景玉私造兵器的证据。荣景玉还亲口对他说过，待荣景玉大事成了之后，就提拔他做户部尚书。父皇若不信，叫他上来一问便知。去选明景山。是。陛下，万户侯府世子和世子妃求见。选。
荣景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行刺本宫，意图谋反，你这是要带着这个妖女逼宫不成？陛下，太子殿下放出妖物吓死我的嫡母后，被妖物反噬附在他的左臂，我为救太子，迫不得已斩断太子一臂。臣乃九门提督，若有谋逆之心，只需封锁京城，太子根本就进不了宫，还请陛下明察。你这是狡辩！这世上哪有妖？这世上没有妖吗？那太子又为何说我是妖？陛下，臣若要逼宫谋反，就不会只身带着云堂进宫。父皇，别被他们的花言巧语骗了。明镜山一来便能证明儿臣所言是真的。明镜山到。你快告诉父皇，荣景玉是不是与你密谋造反？他一心想往上爬，我又对他许了重礼，他这一次一定能替我咬死荣景玉。爹，你可别犯糊涂，想好了再说。明镜山，你今日若说一句假话，朕诛你9族。回陛下的话，3日前太子殿下找臣，给了臣1万两银票，还说臣只要替他污蔑世子谋逆，将世子定罪之后，就许臣户部尚书之位。这是太子收买臣的银票。我何时派人收买过你啊？你再敢胡说八道，给我杀了你啊！王真，再敢胡说八道，给我杀了你！太子这是要杀人灭口吗？陛下，臣虽不才，但是在大是大非之上，却还是分得清的。这种污蔑他人之事，就算对方是太子，臣也绝不会做。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父皇，他们只是联手污蔑儿臣。太子殿下，人是你找来的，怎么就变成我污蔑你？陛下，太子不是第一次污蔑臣子，臣这里还有个人证，能证明太子行事荒诞，滥杀臣子。陛下，自臣进京之后，对太子敬重有加，对陛下恭敬谦顺，太子殿下却数次对臣出言侮辱，欲杀臣。臣搜罗了太子这些年来利用职权谋私的证据，包括但不限于结党营私、贪墨赈灾银两、侵占百姓田地、奸淫掳掠、毒杀官员。父皇，他和荣景玉是一伙的，这是在污蔑儿臣。臣呈上的这些证据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陛下可差大理寺一一查。太子品行低劣，不堪为一国之君，他若登基，我朝必生灵涂炭。臣请陛下废太子。父皇，儿臣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若废了儿臣，这天下就得便宜其他人啊！太子此言差矣，陛下除你之外，还有一位皇子流落在民间，臣已替陛下寻回，人就在大殿外。快去！这不可能！我查到二皇子这些年一直在我爹的麾下做副将，我让他今日把二皇子带进宫中，为何只有他一人进宫？臣有罪，请陛下治臣死罪。马虎侯，你请说说，你犯了什么罪？臣当年意外得知，贤妃欲谋害先皇后所处的二皇子，在元宵节将他掳走溺死。臣赶到时，那人已将二皇子扔进河里。臣拼死救下二皇子。你救下二皇子后，为何不将他送回宫中？臣原本是想将二皇子送回宫的，却在途中被人刺杀，身受重伤。醒来时已是7日后。先皇后因为悲伤过度先去，陛下忙于朝堂之事，无法顾及后宫。二皇子年幼，若没有母亲庇护，必死无疑。臣便斗胆将他养在侯府。他如今在何处？臣有一子，与二皇子同岁。臣将二皇子养在侯府，臣的次子则养在军营。爱卿，你的意思是荣景玉便是朕的二皇子？是的，臣在他年幼时便为他变请名师，怕了不成才。
没想到他比陈预期的还要出色，15岁就中了状元，而后入朝为官，短短几年就成为国之栋梁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荣景玉怎么可能会是二弟？二弟早就死了。陛下难道没发现，玉儿的脸型和眼睛像极了先皇后，鼻子和嘴却和陛下很像吗？确实如此。朕第一次见到玉儿的时候，就觉得格外亲切，没想到他竟真是朕的儿子。请陛下废太子，立二皇子为太子。王真，你旨：太子不恭不仁不孝，难堪大任，今废之，囚于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二皇子景玉聪慧仁德，孝悌公民，能继承大统，立为太子。是。父皇，姑知错了，你再给姑一次机会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朕拖下去。今日陛下下旨册封荣景玉为太子后，把他和万户侯留在御书房说话。万户侯真是个办大事的，这么大一件事，他竟瞒得滴水不漏。荣景玉精成那样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他身世有问题，牛死了。云堂，今日爹的表现不错嘛。我的表现这么好，能不能让太子殿下给我升个官儿？你今日怎么没帮废太子污蔑我们？这不像你的作风啊！废太子身份虽高，但是他人品低劣。你我之前虽然关系略有些紧张，但你是我女儿，这个亲疏我还是分得清的。你也不傻嘛！我休了周氏后，就和他彻底断了往来，还把你妹妹也送给了周家。往后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戚女儿了。你赶紧滚！滚慢了，我怕我控制不住动手打你。我要求也不高，做个户部侍郎就行。你这父亲挺有意思的。你可别夸他，他就是个官迷。我不是就要离京，你想去越州看看吗？越州是什么样的？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美食极多，所见风光与京城完全不同。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啊。若你不想留在京城，我可助你脱离这牢笼。你想好之后，给我一个消息便好。好。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？与世子妃说了些越州的风土人情，若世子感兴趣，我下次再说与世子听。今日府中还有事，我便先告辞了。我信你，陛下与你说什么了？还能是什么？不过是一些后悔之词。今日之事，于我就像是一场梦。我之前一直想做个权倾天下的大奸臣，现在好了，奸臣做不成了，只剩下权倾天下。你这媳妇儿选的不错啊！谢侯爷夸奖。你别夸他了，荣运之死了，你去给他收尸吧。他又不是我亲生的，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好收尸的？什么意思？荣运之是张氏和他表兄的孩子，他表兄我10年前就弄死了，嫌这事丢人，我就没说破。侯府养了他那么多年，他不但不感恩，还图谋不属于他的东西。你弄死他挺好的，好给你长兄让位。世间万物，唯卿与日月不可辜负。太多事都没有道理，尤其是遇到了你。种子等发芽，花开了等结果。红尘相遇，风雨相守，善待相遇之缘。这些都是青鸟这几日带回来的，属下拦了下来。世子妃没有看到。越王今日离京，往后想来他们不会再见。赵怀觉这是公然在挑挖我的墙角，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明云堂人呢？太子妃一早就出门了。太子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把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抓回来。真的不跟我去越州？你口中的越州我很向往，但我若是要去，也是和荣景玉一起去，不是跟你去。
他性子孤冷偏执，你若喜欢他，以后会很辛苦。他不是生来孤冷偏执，而是吃了太多苦，被逼成了这副性子。其实他是个极好的人，他虽不懂表达感情，却是喜欢上一个人后，便会掏心掏肺的对对方好。太子殿下，听到这话可开心？你们两个没有串通，我只是刚刚发现太子殿下过来而已。你方才若是选跟我去越州，他若阻拦，我便替你杀了他。杀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你选择留下来，那我便祝福你。往后他若是做了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只需要一句话，我便会带着10万狼兵打进京城。我永远都是你的底气。好。撤！撤！人都走远了，再看下去眼睛小心眼瞎。我现在也是有靠山的人了，你往后对我客气一点。我啊，